大家好，欢迎收看大问题节目，我是主持人机器人虾仁1号。本期要探讨的大问题是：道德的本质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啊，我们总希望有一些善恶对错的标准啊，这就是我们用来道德评判的依据。据此呢，我们就可以评判说啊，滥杀无辜是不对的，欠债还钱是对的，欺诈他人是不对的，诚实守信就是对的，那性骚扰就是不对的，尊重女性就是对的，等等等等，对吧？做这些道德评判，基本上就是我们平时上网留言啊，观看影视作品啊，乃至我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可是啊，有时候我们见得多了以后啊，我们会惊奇的发现，好像关于善恶对错的标准啊，它是没有一个确定的谱的。就比如说呢，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歧视女性肯定是不对的。你现在要是在网上发表一些带有歧视女性意味的言论的话，立马群起而攻之，遭到女权伺候。但是要知道啊，在中国古代，女人是要裹小脚的呀，女性也是没有资格拥有不动产的呀。当时大家觉得这没什么问题啊，都挺好的呀，女人也欣然接受啊。再比如呢，我们这边的人会觉得代孕是违法的，因为它不合乎道德，它在剥削别人的身体，而且呢，也违反了母亲和孩子的天然联系这么一种天性。但是在世界上有些地方啊，代孕居然是合法的，那些地方的人呢，对代孕这种行为呢，好像非常宽容，没觉得还有什么不道德的，这就很奇怪了呀。这种道德分歧太多了。我们这边的人呢，认为将离世的亲人土葬是正当的，而有些地方的人呢，居然是把亲人的遗体给吃掉。我们这边的人呢，认为一夫一妻制是正当的，而有些地方一个男人却可以娶4个老婆。如果刚刚说的道德分歧呢，你认为只是各地的风俗习惯不同的话，那么关于杀人这个在多数文化都会认为是人类最严重的罪行。据说在某些狩猎采集部落啊，一个成年男性的社会地位啊，是凭借他杀死了多少个人来衡量的啊，叫做出草。这没杀过人的男人呢，会被歧视，而没有女人愿意跟他结婚。杀人在这些地方居然是值得鼓励和赞扬的事情。那这是不是说禁止杀人这条规矩其实也只是一种地方性的文化？在我们这儿呢是禁止杀人，那当我们旅行到另外一个文化中，我们就可以随意杀人了吗？那这么看来的话，道德究竟还有没有一种普世的、不变的、确定的标准呢？如果道德没有确定的标准的话，那这是不是说道德本身也是任意武断的？那么这就牵涉到一个根本的问题 ：Why be moral？ 我们为什么不黑化？我们为什么还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呢？那如果我们遵守道德，而我们做道德上对的事情，而避免做道德上错误的事情，这是因为良心使然，还是畏惧上天的惩罚，还是因为利益上的算计呢？刚刚说的这些个问题啊，也就可以归结为本期大问题节目要回答的2个基本问题。第一，善恶对错的标准是普世的还是个异的？第二，人为什么应当是道德的？而想要回答这2个问题，我们就不得不回到那个最根本的问题，也就是本期大问题节目的选题：道德的本质是什么？What is morality？ 为了探讨清楚这个大问题，本期节目将会有4个派别来回答。这4个派别分别是托马斯·阿奎纳主张的神命论，托马斯·霍布斯主张的契约论，查尔斯·史蒂文森主张的情感主义，以及理查德·道金斯等人主张的进化论。我们会分享这4个派别对道德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最终你来评一评他们的回答是否有道理。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会议正片，首先有请中世纪神学家托马斯·阿奎纳出场。道德的本质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呢，托马斯·阿奎纳主张一种神命论。神命论就是说呢，道德就是上帝颁布的律令。为什么滥杀无辜就是错的？为什么欠债还钱就是对的？因为这些都是天经地义，因为这些都是上帝规定的。哪有人听了神命论的说法就觉得很搞笑？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无神论者啊，我们根本上就不信仰上帝啊。那难不成我们这些不信神的人都不讲道德了吗？别急啊，我们这里啊可以对这个神命论里面说的这个上帝啊做宽泛的理解，并不一定就是指基督教说的那个上帝啊，也可以是我们中国人说的老天爷或者天道。正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对吧？我们都说一个人要有敬畏之心，他才不会做坏事嘛。道德来源于上帝，如果我们不把这个上帝啊当成一种人格化的存在啊，大概就类似于一种自然神论的话，那么神命论的道德观就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啊。这种道德法则啊是客观自在的，道德法则就像自然法则一样是客观普遍的。滥杀无辜就是错的，欠债还钱就是对的，对吧？我们总说这些都是天经地义，意思就是说啊，它就像物理规律一样是客观自在的。这也很符合我们老百姓的直觉嘛，就是我们觉得不应当滥杀无辜啊，就好像我们觉得水不会从低处流向高处一样。就比如说呢，某个地方的法律没有规定杀人犯法，那我们也不会去杀人，对不对？因为滥杀无辜本身就是不对的，它不以某个地方在法条上有没有明文规定为转移，因为不许滥杀无辜是上帝的法，是大自然的法。我们呢只会觉得这个地方的法律居然和大自然的法不一致，而认为这个地方是野蛮落后的，对不对？
所以由这个神命论呢，就派生出另一种与此相关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传统，那就是自然法的传统。这个自然法的世界观就告诉我们呢，这个世界自身啊是有一个理性的秩序和规律的。这个秩序和规律啊，它不单单是物理学规律啊，而且也是关于善恶对错的道德规律，这些都是自然规律。这个世界啊是自带目的的。上帝颁布了自然法，规定了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而且也规定了这个世界应当是什么样的。自然之中自有对错，对的就是自然的，错的就是不自然的。比如说呢，滥杀无辜是不符合自然法的，是不应该的，是不自然的。而像欠债还钱啊，互相帮助啊，就是应该的，就是符合自然的。而且啊，这个自然法传统啊，不仅仅规定了善恶对错啊，就是一种客观自在的自然法则啊。这种客观自在的自然法则，它不仅仅是外在的呀，它也是内在于我们的人性之中的，这就是我们的理性。上帝创世为世界赋予了理性的秩序，上帝造人也为我们人类赋予了理性。所以呢，世界本身所具有的道德的法则啊，也是能够被我们人认识到的啊。我们会说啊，关于善恶对错的道德法则啊，是天经地义的啊，这是在说外在的法则。我们同时也会说呢，公道自在人心，这意思就是说啊，这些道德法则啊，也是内在于我们的人性的，我们的理性和自然是同构的啊，这也就是拉丁语或者英语 nature 这个词的两层含义嘛，既是自然也是人性。只要我们向外考察世界的规律，向内考察人性，我们就能得出应该如何行动的道德法则。我们所有人天然就有关于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道德观念，我们所有人天然就是从善避恶的。有了这种从善骗恶的自然倾向呢，我们每个人发自本性就知道我们应该如何行动，这就是人的道德良知啊。当然这并不是说世界上就不会有恶行了呀，但是我们都会说呢，一个人做坏事啊是昧着良心做的，对吧？我们总会说，你摸着你的良心问问你这么做对不对啊？比如说你犯了一件错事啊，比如说滥杀无辜啦，比如说无辜伤害别人啦，哪怕没有人发现啊，哪怕你并没有得到惩罚，但是你发自内心啊，就会有一种道德内疚感，哪怕没有人要惩罚你啊，你也会受到良心的折磨。那么这种普遍存在的、不可抗拒的道德内疚感，也说明了道德是客观自在的，道德感是所有人都有的。还是那句话，公道不仅是天经地义，公道也自在人心。所以呢，在这种神命论和自然法的视角下，这就很好的解释了本期大问题的第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关于善恶对错的道德法则啊，它就是普世的，因为道德就是客观自在的，道德就是符合自然的，它就像自然法则一样天经地义。那这时候就会有人跳出来反驳了，不对啊，关于善恶对错的道德法则啊，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普遍有效的呀。就像我们开题时候说的那样，在一些文化中觉得天经地义的事情啊，在另外一个文化看来就是荒谬的啊。比如说呢，关于葬礼啊，家里面亲人离世的啊，我们会觉得土葬是合适的啊，讲究个入土为安。但是有些地方呢，是把家里面离世的亲人的遗体给吃掉，这在我们看来就是匪夷所思的呀。你这怎么能说道德法则就像自然法则一样普遍适用呢？对吧？有的地方认为一夫一妻是好的，有的地方认为一夫多妻是好的，这哪里有什么客观意义上的对错的标准呢？对此呢，托马斯·阿奎那回应说啊，道德法则是普遍有效的我们这里说的普遍有效啊，是指一些最基本的公理是普遍有效的就像几何学的公理一样，根据人的从善避恶的自然倾向啊，我们所有人天然就知道一些善好的东西，比如说生命、繁衍、社会生活、知识和理性，这在任何文化中都会被认为是善好的比如说所有文化都会认为滥杀无辜是错的，所有文化都会认为互相帮助是对的，这些公理都是普遍有效的，像自然法则一样客观自在。那怎么解释各地方的文化风俗的差异呢？阿奎那解释说这个普遍公理是普世的，但普遍公理的具体应用是可以根据不同地方的具体环境而有所变化的。因为我们每一个具体的人日常进行具体行动的时候追求的都是具体的善，而不是普遍的善。就比如说呢，我不会在日常行动中想着互相帮助这么一个普遍的公理，而是呢，我今天碰到亲戚小张有困难了我帮了他一把明天碰到同事小李有难处了我帮了他一把，是这么一种具体的处境。至于有的地方的人的葬礼呢是土葬，而有的地方的人的葬礼呢是把亲人的遗体给吃了，这表面上看起来很不一样但它背后都体现了一种对待家族已故家庭成员的敬意。对家庭成员的敬意这个东西是普世的，是全世界都不变的，但具体的应用是可以灵活多变的嘛。所以如何处理道德分歧呢？如果按照阿奎那的看法的话，我们应该坐下来看看我们底层的公理是什么虽然我觉得这么做是对的你认为那么做是对的就比如说呢，我和兄弟周末要约个饭他非得说是吃炸鸡腿是好的我非得说是吃冰激凌是好的我们之间产生了道德分歧了。那么我们就要抛开这些具体应用层面的分歧，我们就往底层的公理还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吃炸鸡腿还是吃冰激凌，说到底我们的共同主张是我们想出来和兄弟约个饭嘛，对吧？如果我们在这一点底层的公理达成共识呢，至于到底是吃炸鸡腿还是吃冰激凌，这点具体的分歧就很好解决了。
总而言之呢，在底层道德公理的意义上啊，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道德分歧，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你只要发挥理性，总能掰扯清楚对错。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啊，当你遭遇到不公的、不道德的对待的时候啊，你为什么还要保持道德呢？你为什么不在遭遇到不公正的对待以后立即黑化呢？因为你相信啊，上帝或者大自然本身就是公正的，苍天有眼，上帝作为公正的判官啊，他会主持正义的，他会去惩罚罪恶，去奖励善良的。哪怕我们不是信仰一种人格化的上帝啊，我们打心眼里面也是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嘛。这是我们大部分人打心眼里面都默认的普遍信仰。就哪怕有人跳出来反驳啊，说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善恶有报的呀，对吧？有人说这个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这都是对善恶有报这种朴素信仰的反驳呀。但是呢，这不就恰恰印证了善恶有报这种信仰的普遍性吗？你想啊，一旦出现了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的情况啊，我们的本能反应啊，不是放弃我们本来的信仰啊，立即黑化，而是觉得啊，这种情况啊是不对劲的。我们会认为这个世界出了 bug 了，我们得去修复这个 bug 啊，我们会去让这个世界回复到它符合自然的情况。这个世界符合自然的情况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也许还会有人反驳说啊，说这个世界上啊，并不存在什么自然法啊，也就是并不存在什么客观自在的、能够得到普遍认同的啊，就像自然规律一样的善恶对错的标准啊。为什么呢？理由就是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很多恶法啊，比如说历史上出现过的奴隶贸易法，这个人呢竟然可以被合法的当成商品来买卖，这个奴隶妇女生下的孩子依然还是奴隶啊，更别说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种族隔离法啊，以及一些歧视女性的法律啊。这些恶法的出现啊，说明关于什么是正当，什么是善，完全就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标准的呀。善恶标准一直都在变化啊，哪有什么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自然的法呢？对此呢，自然法一派回应说啊，恶法的存在啊，恰恰说明了存在着自然法嘛。这怎么说呢？你想啊，我们之所以能够把这些恶法称为恶法，这不就恰恰说明了存在着一种超越于历史、超越于地理的永恒不变的天经地义的善恶标准嘛？有了这个标准，我们才会说这是恶法，我们才会说恶法非法，我们才会不断的去改进我们现实中的法律体系，改进我们现实中的道德标准，让现实中的对错标准越来越接近于那个永恒不变的天经地义的自然的法。而且刚刚反对者也说了，这个历史上出现过一些恶法，历史上出现过，那现在不断被修正的嘛。我们现在不会买卖奴隶了，现在对有色人种和女性的歧视越来越少了啊。拿我们中国的例子来说啊，现在女人不用裹小脚了，对不对？这就说明啊，我们在道德上是在不断的进步的呀。那如果我们承认相比于过去我们在道德上不断的进步的话，这不就恰恰说明了必然是存在着一种确定不变的道德标准作为依据来评价我们现实中的行为和政策，这恰恰就说明了自然法的存在。否则我们拿什么标准来说道德在进步呢？好，我们说回来啊，关于善恶对错的道德法则啊，是客观自在的。那这种神命论学说呢，向后演化出了自然法学说，那么再向后演化，就演化出了自然权利 natural rights 学说。就说呢，人有些权利啊，是天经地义的就应当享有的，这些权利天经地义的就是对的，它就好像是自然法则一样，它是一种普世价值观。比如说，美国独立宣言前言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了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种宣扬普世价值观的自然权利传统是与神命论和自然法传统一脉相承的。甚至我们上一期节目讲的康德的道德哲学啊，也就是他的义务论，也是和神命论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这怎么说呢？这个神命论认为啊，道德对错来自于超自然的上帝啊，并且上帝呢也让人的理性能够认识到这些上帝颁布的自然法则。那康德也认为啊，这个道德来源于超自然的东西啊，是先天的，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是不以人的处境为转移的。只不过呢，康德把这个超自然的东西呢，从上帝换成了人的纯粹的先天的理性。总而言之呢，神命论的道德观告诉我们，关于善恶对错的道德法则啊，就是一种天经地义，它要么就是超自然的上帝颁布的，要么它就像自然法则一样是客观普遍的，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是全世界都普遍有效的。好，这就是神命论对于道德本质问题的回答啊。所以呢，让我们回到开题中提到的那两个基本问题啊，神命论会如何回答这两个基本问题呢？对于第一个基本问题啊，神命论认为啊，善恶对错的标准啊是普世的，对的就是符合自然的，错的就是不符合自然的。所以呢，这也回答了第二个问题，人为什么应当是道德的？没有为什么，你就应当是道德的，你遵从道德啊，就像人饿了应当吃饭一样符合自然。好，介绍完神命论，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契约论。
这个神命论以及与此一脉相承的自然法学说、自然权利学说以及康德伦理学啊，认为道德啊是普遍有效的，道德法则就好像自然法则一样是被发现出来的。但是契约论认为道德啊它并不是被发现出来的，道德是被人们制作出来的，准确说是人与人之间互相商量约定出来的。这个契约论啊，顾名思义，就像人们之间订立合同、订立契约一样，这个道德规矩啊，就好像是这个契约条款一样啊，是不同的订约者之间商量出来的。那么为什么要商量出一个合同呢？其目的啊，就像我们订立商业合同一样啊，就是为了维护订约者的利益嘛。关于契约论啊，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大家知道啊，他写了一本书，名叫《利维坦》，这里面啊描述了道德的起源，也就是我们人类一开始为什么要通过订立契约的方式来约定道德法则呢？就说啊，这个人类社会一开始啊，并不是生活在什么自由民主、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之中的，而是生活在一种自然状态中啊，你就把它理解为一种野蛮的原始社会吧。在这种自然状态中呢，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普世的道德法则啊，什么不要滥杀无辜啊，要欠债还钱啊，要互相帮助啊，这些规矩啊，通通都没有。人们是想干嘛就干嘛，没有任何规矩来约束啊。那如果没有任何规矩来约束人的话，出于人性的一些恶的方面呢，就是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嘛。那么在这种没有任何规矩的自然状态中呢，每个人都出于自私自利的本性啊，都想把自己搞得有钱有势的，都想把别人搞得都臣服于自己。那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话，那如果每个人都是这么想的话，于是呢，这种自然状态啊，就是一种丛林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状态呢，就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对吧？大家都看过小说《蝇王》，就说一群人啊流落到一个荒岛上啊，如果没有规矩的话，那人与人之间就剩下野蛮和暴力。社会上唯一通行的法则啊，就是好勇斗狠，拳头硬的才能吃到肉。那可想而知，没有人愿意生活在这种自然状态中的。那有人就说了，不是啊，我挺想生活在这种自然状态中的呀，因为我是一个身强力壮的人，我一个人就能打10个。那这种丛林社会对我而言就蛮好的嘛，对吧？我肯定是这个丛林社会中的王者，我会有好多钱，好多奴仆，好多老婆。但是呢，哪怕你的武力值再高啊，你跟泰森一样能打，你搁那跟别人比划半天，你的肱二头肌刚准备抡胳膊呢，人掏出手枪一枪给你撂倒了。大人，时代变了，是不是？当然手枪这种热兵器只是个例子啦，在冷兵器时代啊，就是丢石头嘛，我近身跟你肉搏啊，会被你锤死，但我站在10米开外，我冷不丁给你一板砖，我从背后偷袭，直接把你拍成植物人，你说你怕不怕？正所谓功夫再高也怕板砖。那有了板砖以后，你想想看，就算你再能打，这个社会上其他人个个都抄着板砖呐，那这种社会啊，就是极度不安全的，搞不好你的财产就会被别人组队抢走，你自己会被人挂树枝上，对不对？而且啊，就算不仅你的武力值很高啊，你的防御值也拉满了，但是你总有睡着的时候，对不对？你怎么能确定你睡着的时候没人会偷袭你呢？别人还是会威胁你晚上不要睡得太死，对不对？那你还能不能睡个安稳觉了？所以说回来啊，就是哪怕强壮如泰森这样的强者啊，他也不愿意生活在这么一种没有规矩的丛林社会中的。在这种自然状态下，无论是强者还是弱者，人人自危。于是呢，这个时候无论是强者还是弱者，出于自保的根本需求，就坐下来一起商量了，就说咱以后啊别再打打杀杀了呀，咱今天啊就一起签订一个契约，约定好了一些规矩，以后啊你就别再抢我东西了啊，我家地里的西瓜啊你也别来抢了啊，我家的黄花梨木的桌子啊你也别惦记着了。当然这个规矩是对所有签订者都有效的啊，我也不会抢你家的东西嘛，我们要以和为贵，不要搞窝里斗。以后呢，如果有人干了坏事啊，咱也别亲自报复了，这个冤冤相报何时了嘛？我们就把他扭送给公家，让公家的权力机构去惩罚他。这种讨论契约条款的过程呢，其实就是本着一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态度，就是你不希望自己家的东西被别人偷啊，不希望自己被别人杀死，不希望自己跟人家答应好的东西啊，然后对方出尔反尔啊，你就会希望要有不要偷盗，不要滥杀无辜，不要言而无信的道德条款。所以我们会发现啊，几乎所有社会都会有禁止谋杀、禁止偷盗和禁止欺诈的道德规矩。这就是霍布斯认为的为什么我们要立约建立规矩的原因。是为了我们每个人的自我利益，因为如果不签合同定规矩的话，人人自危。那么出于自保的需求，我们也不得不坐下来签个合同来定下一些规矩。滥杀无辜为什么是不对的？欺诈别人为什么是不对的？因为这就是法律规定的，而法律又是怎么来的？那是人与人之间相互约定出来的。而人与人之间为什么要约定这些个规矩呢？是因为这符合所有人想要自保的利益诉求。当然霍布斯这里讲的契约论呢，更多讲的还是政治秩序是通过签合同商量出来的，也就是政府和法律是签合同签出来的。当代的一个契约论哲学家大卫·戈提尔在霍布斯契约论的基础上认为不仅仅是政治秩序，也包括道德对错，也是协议商量出来的。
啊，他写过一本书，名字就叫做《协议道德》（Morals by Agreement）， 对吧？就是商量出来的道德的意思嘛。这哥提尔对人性的设定啊，和霍布斯一样啊，就是人都是以自我利益为导向的啊。简单说就是人都是自私自利的。那么如果这些自私自利的人啊是理性的，那么每个人在追求自我利益的时候啊，他们会发现啊，就是不要直接追求自我利益啊，而是大伙都受到一些道德的约束，这样反而是合乎理性的。注意哦，哥提尔这里讲的理性啊，不同于神秘论讲的那种上帝赋予的理性啊，也不同于康德讲的那种具有超越性的纯粹理性啊。哥提尔讲的理性啊，是一种工具理性，或者说是策略理性，就是为了最大限度的满足自我利益而进行策略选择的一种理性。那么对于这种理性人，他们在社会上活得好不好，能多大程度上满足自我利益，这取决于什么呢？这取决于这个社会上的其他人如何行动。所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人与人之间达成什么样的协议是合理的呢？哥提尔用囚徒困境这样的博弈论来表明啊，就是如果每个人直接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这反而对每个人而言都不能导致自我利益最大化。这就是说呢，对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直接追求反而是自我挫败的。这个什么是囚徒困境，这个大家应该很熟悉啦，这里再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有甲乙2个嫌疑犯被警察抓住了，分开单独审问。如果其中一个人向警方认罪并检举揭发对方也就是做二五仔被判了，而对方则保持沉默没有招供，那么这个人将会因为有立功表现而立即获释，而对方呢则因为抗拒从严会被判刑10年。那如果2个人都保持沉默也就是甲乙双方采取了一种合作态度，没有谁招供出对方那么警方呢则会由于证据不足，只能将2人判刑半年。那如果2个人都互相背叛互相检举的，那么这2个人都会被判刑5年。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你是其中一名嫌疑犯，对你而言最佳策略是什么呢？那当然就是检举揭发对方了。为什么呢？你想你怎么做对你而言是最有利的？这取决于对方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就是要么对方咬死不放，没把你供出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肯定是选择把对方供出来呀，因为这样你就能立即获释了呀。要么呢，对方也把你给供出来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也是最好把对方也供出来，因为否则的话，你就成了那个被二五仔出卖了，还替对方挡刀的冤大头了，对不对？这样你会被判刑10年的。所以无论对方有没有把你供出来，你的最佳策略都是把对方供出来。那么如果这2个人都是这么想的话，那么最终结果就必然是2个人都选择做二五仔，所以最终结果就必然是2个人都被判刑了5年。但这就出现 bug 了呀。其实我们从整体来看最佳策略其实是2个人都咬死不放，这样警方只能因为证据不足，只能给他们各判刑半年，这才是最佳的结局呀。所以问题就在于如果每个人只是从直接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出发这样反而满足不了自己的利益。这就是说呢，对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直接追求反而是自我挫败的。那为什么会有囚徒困境这样的 bug 呢？原因在于没有规矩，没有规矩就会导致你对自我利益的直接追求是自我挫败的。那怎么破除囚徒困境呢？方法就是订立契约，建立规矩。就是我们2个人事先订立一个契约，约好了，如果被警方抓住我们都约好了不能背叛对方，我们都约好了要保持沉默不认罪，这样反而才能真正满足每个人的自我利益。如果你违反契约的话你把我供出来了你自己是当场释放了，你就成了一个占了别人便宜的人，也就是一个搭便车的人 free rider。那虽然你这次能够占到别人的便宜但对你的惩罚就是你违约了，以后就没人带你玩了，没人跟你签约了，没人跟你合作搞事情了，你就不得不退圈。退圈的人是得不到利益的，因为合作比起各过各的能给每个人带来更大的收益。所以既然要合作，就要有规矩，就要有道德，对吧？总有人批评说，就说这个市场经济呢让人道德沦丧现在城里人都没道德，而乡下的人才最淳朴。但是呢，哥提尔会告诉你其实在市场机制越发达，人与人之间合作越充分的地方反而是人们更讲道德的地方，对不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就是越是在大都市里面你对陌生人就越不需要过分的防着他会不会坑你反而是在有些市场机制不发达，人与人之间缺乏充分合作机制的地方，好像这个陌生人就没有必要被道德的对待似的。这倒不是说城里人就比乡下人天性上更善良而是说在一个能够让人与人之间可以充分合作的地方越是唯利是图的人就越会遵守道德。所以契约论的一个根本诉求就是如何让社会上这些个以自我利益为导向，简单说就是自私自利的人能够遵守道德契约，通过战术性的不自私，最终反而实现了最大限度的自我利益满足。所以道德它就是一种妥协，从直接追求自我利益退回到自我让步，以退为进，从而获得更大的自我利益。
所以在契约论看来，道德的本质就是我们在追求自我利益的时候，也兼顾其他人的利益。那么我们这样行动啊，反而是能获得更多、更持久的自我利益。所以 why be moral？ 我们为什么要遵守道德啊？因为啊，遵守道德啊是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如果你不遵守道德，你就是一个不顾及自身利益的傻瓜。在契约论看来啊，不存在要么是坏，要么是蠢的二选一，蠢就是坏，坏就是蠢。这就是契约论对第二个基本问题的回答。那么对于第一个基本问题，是否认为存在一种普世的道德标准呢？契约论啊无所谓承认或否认啊，而是把这个问题啊给取消了。因为道德不是被发现出来的，而是被商量约定出来的。好，介绍完契约论，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下一个派别——情感主义。在这里插播一段节目说明啊，咱们这个大问题系列节目啊，典型的形式就是哲学家开会，一起来探讨和争论一个大问题。所以呢，我们并不仅仅是科普或者哲普一些哲学家的观点啊，我们也想听听你对于这个大问题的看法。你是否认为节目中介绍的观点成功的回应了本期大问题？或者你可以发表你认为更好的回应方案。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大问题 Dialectic”， 发送“道德本质”即可收到本期大问题节目的文字版，这也方便你通过文字阅读的方式参会。我们邀请你同哲学家们一起参与到对这个大问题的研讨会之中，请投出你的一票，并在研讨会中发表你对于这个大问题的看法。好，参会说明就介绍到这儿，我们继续下半场的会议。在契约论看来，道德是人与人之间约定出来的，但是情感主义认为，道德它不是约定出来的，道德感是人天生就有的，道德就是人的一种天生的情感表达。比如说，不要滥杀无辜，它不是因为我本来无所谓会不会滥杀无辜啊，然后跟人一商量，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不滥杀无辜的话，能给我们每个人都带来好处，所以我们约好了不要滥杀无辜。不是的，你不用跟我商量，我天生就不喜欢滥杀无辜，即便法律没有规定杀人犯法，我也不会滥杀无辜的，因为杀人是让我感到厌恶和恶心的事情，这就是一种情感本能。所以对于情感主义来说啊，什么是道德判断？道德判断啊，其实就是一种情感表达。比如如果有人说啊，同性恋婚姻是不对的啊，这个看似是一种出于理性的道德判断，但其实啊，只是在表达一种情感。这句道德判断其实是在表达同性恋婚姻呸，恶心啊！那如果是相反的道德判断呢？说同性恋婚姻是对的，这其实也是在表达同性恋婚姻好耶。这里面哪有什么理性嘛，全都是情绪。道德判断其实是一种情感表达，因此呢，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与人之间会出现道德分歧啊，就是对同一件事情呢，不同的人之间有不同的道德判断啊，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好，你们两个人之间啊，怎么掰扯也达不成一致。这是你们对这件事情的认知有差异吗？不是的，你们俩之间怎么掰扯也达不成一致啊，是因为你们俩对这件事情的道德判断全都是情绪，而情绪的事儿是道理能掰扯清楚的吗？这就好像啊，有人喜欢吃甜豆腐脑，有人喜欢吃咸豆腐脑一样，这完全就是个人偏好。美国哲学家查尔斯·史蒂文森认为啊，当人与人之间产生了分歧，这个分歧啊，主要有两个层面，一是信念分歧啊，这是不同的人关于事实是什么样有分歧，这个关于事实的信念啊，要么为真，要么为假，是道理能够掰扯清楚的。而另一种分歧呢，是态度分歧，这是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情抱以什么样态度的分歧。这个态度呢，它就无所谓真假，只有是否满足。对立的两种态度呢，要么你满足我，要么我满足你。比如说，公司与员工之间啊，就是否要涨工资这件事情有分歧了。这里面啊有态度分歧啊，就是公司不想涨工资，而员工想涨工资。同时呢，这也涉及信念分歧，就是公司和员工之间啊，对公司的盈利情况和发放工资的能力有不同的认知啊，就是公司认为今年公司总体盈利下降了，而员工认为公司今年的盈利是提升的啊，这是关于事实的信念分歧。那么在同时涉及这两种分歧的情况下，史蒂文森指出，道德分歧的本质啊，其实是态度分歧。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想啊，就算分歧的双方啊，在关于事实的信念方面达成了共识啊，比如说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啊，我们对事实的问题达成了一致的认知，分歧就此就能解决了吗？比如说公司和员工关于今年公司是否盈利上涨了啊，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公司成功说服员工啊，我司今年的利润率并不像去年那样是 30%， 而下降到了 15%， 那双方就是否要涨工资的分歧就会终止了吗？不会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搁置信念分歧，我们不管事实本身是什么样的啊，我们抛开事实不谈，公司认识到啊，给员工涨工资能够提升忠诚度和效率啊，甭管今年盈利是否下降了，公司的员工说好涨工资，我爱你们，那这个分歧就解决了。
简单说啊，道德问题说到底不是脑袋的问题，而是屁股的问题。这个屁股的问题和理性有关吗？是能讲得清楚道理的吗？讲不清楚道理的。屁股问题讲的就是一个情字。所以说啊，你如果和别人有分歧的，尤其是面对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的时候啊，你别搁那跟人摆事实讲道理啊，企图用晓之以理的方式说服对方，还做了个800页的 PPT 啊，还拿出块小黑板啊，画思维导图，又是三段论，又是演绎法的一套又一套的论证，把对方说的哑口无言。你以为这样就能解决分歧了吗？当你以为通过讲道理的方式就能解决分歧的时候，其实你俩离分手不远了。所以说回来啊，在史蒂文森看来啊，道德分歧根本是没法用理性说清楚的，因为说到底，道德判断的本质就是情感的表达。这个史蒂文森呢，还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来分析，为什么说道德判断的本质是情感表达呢？史蒂文森认为啊，这个道德判断啊，往往具有2层意义，一是描述性意义，另一层是情感意义。在史蒂文森看来，情感意义才是道德判断要表达的更为根本的意义。这话怎么说呢？什么是道德判断的描述性意义呢？就是你描述这么做或者那么做是善的、好的、公正的啊，就是搁那不停的描述它多么善、多么好。但往往呢，这些个描述啊，会搭载到一种情感意义之上。什么是情感意义呢？就是我同意这个，我喜欢这个，我就要这么干，我也要你来这么干。史蒂文森认为，道德判断就是一种情感表达，其本质啊，就是一种自我劝导，就是你通过不停的做道德判断，来不停的告诉自己应该这么来做，而且呢，你也希望别人跟你一样这么来做啊。你描述半天，科普半天，这么做公正，那么做不公正，归根结底还不是为了 PUA 我，让我按照你的愿望来行动吗？那为什么说道德判断的情感意义比起描述性意义更为根本呢？因为啊，这个描述性意义啊，往往是含混的、暗示性的、不明所以的，搞不清楚描述了半天啊，到底什么意思啊？就比如说公司在开会的时候啊，这个领导跟你描述了半天啊，让秘书做了个800页的 PPT 跟你描述啊，为什么这么记账是好的、善的、公正的？那你说，听听领导，你的意思是不是赞成我们这么去做呢？那领导说啊，我可没说我赞成这样去做啊，我只是站在一个理性、中立、客观的立场上去科普一下，这么做是好的、善的、公正的。对吧？这个开会的时候，领导同志一个个搞得跟谜语人似的。道德判断的描述性意义往往是意思含混的，但是道德判断的情感意义则是十分干脆的，就是没那么多废话，甭绕什么弯子，就直接说我想要这样，就这么干，我赞成这个，我也要你这样做，意思非常明确，没有任何含混。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史蒂文森认为，对于一个道德判断而言，情感意义才是更为根本的。说到底啊，道德判断的本质是一种情感表达，它的主要用法不是在描述事实，而是在表达态度，从而对自己和别人的行动产生影响。史蒂文森这意思啊，就是在伦理学层面上啊，我们做的各种看似理性的道德判断啊，其本质其实是情感表达。那么在语义学层面上来说呢，就是我们日常说事儿啊，其实并不是在说事情本身，其实也是在表达情感的，进而影响自己和别人的行动。你真的在意你说的事情本身事实是什么样的吗？你不在乎的。无论事实怎么样，你在情感上的态度早有定论呐。好，这就是情感主义的看法。道德的本质啊，既不是自然法或者康德意义上的纯粹的理性，也不是契约论意义上的工具理性对利益的诉求。道德究其根本而言，是人的一种发自本能的情感表达。所以回到那2个基本问题啊，既然道德是一种情感表达，那么就不存在一种理性、中立、客观的普世的道德标准。情感表达是道理讲不清楚的。所以呢，作为一种情感表达的道德判断啊，它就像有人喜欢吃甜豆腐脑，有人喜欢吃咸豆腐脑一样，是因人而异的。那么为什么一个人应当是道德的呢？在情感主义看来啊，一个人遵从道德啊，他就是响应自己内心的情感嘛，本来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好，介绍完情感主义，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本期大问题的最后一个派别——进化论。我们都知道啊，达尔文写过一本经典的名著，叫做《物种起源》啊，说这个各种生物物种呢，都是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进化出来的。那么同理，关于道德起源这个问题，进化论者也会说，道德也就是自然进化出来的。为什么人类有道德呢？是因为道德有利于人类的生存与繁衍，于是它就被自然选择筛选下来啦。那啥叫进化呢？这就不得不帮助大家复习一下中学生物知识了。关于进化或者叫做演化，大概可以用这么一个口号来概括啊，那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也就是说呢，生命体的生存环境啊会发生各种变化，生命体自身也会发生各种基因变异。这些变化和变异啊都是偶然的、无目的的，是没有方向的，变化成各种各样的样态。其中不能适应环境的生命就会被筛选出局，能够适应环境的生命就会被选择下来、遗传并且放大。那么在亿万年的时间作用下，这个星球上所有幸存下来的生命啊，都特别适应环境，显得生机勃勃的样子。
注意哦，并不是说自然选择故意要把生命体筛选的适应环境啊，大自然啊没有人格，没有目的，其中并没有什么有目的的设计者，一切啊都只是通过试错的算法。那些碰巧能够适应环境变化的基因变异呢，就会被保留下来，不能适应的就筛选出局。所以一方面呢，我们人类能够存活到今天呢，很大程度上啊就是运气因素，或者说呢，我们觉得大自然好像故意安排的我们演化到今天啊，其实就是一种幸存者偏差。但是呢，另一方面呢，我们确实也可以事后诸葛亮的说啊，就是我们身上演化出来的各种性状啊，也就是我们身上各种由基因决定的可以跨代遗传的生理特征，这些性状都凝结了大自然的智慧所赋予我们的各种精妙的解决方案啊，或者术语叫做适应 adaptation。适应呢，简单理解就是解决方案的意思啊。那么为了解决什么问题的解决方案呢？为了解决生存与繁衍，当然主要是为了繁衍。我们满身都是解决方案啊，我们浑身都是宝啊。比如说，为什么我们演化出了对称拇指？因为对称拇指啊，使得我们有非常强的抓握能力，让我们能够更加灵活地使用双手，从而赋予了人类具有了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能力。这当然是有利于生存与繁衍的。再比如说呢，我们为什么要直立行走呢？因为直立行走呢，它当然首先是解放了我们的双手嘛，而且呢，这个直立行走啊，它让我们人类散热更好，它有利于我们人类长途跋涉的去追赶那些角马啊、羚羊啊，然后把它们给耗死，我们不就有食物了吗？当然，这个直立行走也是有代价的，就是女人生孩子就成了一个问题。当然了，这个演化本来就是一个一环套一环的一个 trade off 啊，一个权衡利弊的过程。它的最终导向呢，就是总体而言有这么一个演化方案，它是有利于我们人类在我们特定的生存环境中不停的生孩子的。当然啊，这个生孩子只是粗略的表达，准确的说法是基因的复制。我们演化的最终目标就是基因的复制。那为了基因的复制呢，自然选择就安排啊，当然是打着引号的安排啊，就安排我们身上演化出各种有利于基因复制的性状，对吧？英国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就写过一本书，名叫《自私的基因》，就说呢，我们人类啊，其实是基因用来复制自己的工具人。我们演化出的各种性状啊，其实都是为了复制基因而服务的。要注意哦，我们这里说的性状啊，它不单单是指啊长没长尾巴啊，是直立行走还是爬行啊，是长了1个胃还是4个胃这种生理特征哦，它还包括我们的心理偏好、行为倾向和情感本能。这大概就是进化心理学讲的内容啊。就比如说呢，为什么我们人类都有怕高的本能啊？我们爬到高处往下看，都会发自本能的感到害怕，想要躲开。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怕高的本能啊，能够有效的避免我们的祖先啊在悬崖边上瞎晃荡，这是有利于保命的啊。而那些没有这种本能的祖先呢，那没事就喜欢在悬崖边上瞎晃荡，这大概率是会被摔死的。于是呢，他们就没有后代了。而活到今天的我们，都是有怕高本能的祖先的后代，所以我们就遗传了怕高的本能。同理，人类的道德啊，也是一种有利于生存与繁衍的本能，而被自然选择筛选下来了。对吧？不要滥杀无辜啊，不要欺诈别人啊，要欠债还钱啊，要互相帮助啊，这种互惠利他的道德啊，它就像本能一样铭刻在我们人类的基因之中。因为啊，人呐是群居的动物，我们人类组团过日子，比起人类各过各的，是更有利于我们人类的生存与繁衍的。那么，如果要组团过一种群居的生活的话，人类就必须要演化出互惠利他的道德本能。因为没有这种互惠利他本能的人类祖先啊，他们组成的族群啊，会不停的出现二五仔，成天搞窝里斗，最终自己把自己给玩死了，甚至啊，根本就组不了群，展开不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那么，他们比起那些有道德本能，要能够组团开展有效人类合作的祖先啊，他们在生存竞争中啊，就完全处于劣势，因而会被自然选择淘汰出局。而今天的我们是那些有道德本能祖先的后代，所以我们也遗传了他们的道德本能。所以啊，我们人类的道德本能啊，它就像鱼儿的尾鳍，就像猎豹身上的豹纹，就像鸟儿的翅膀一样，都是有利于我们的生存与繁衍，因而被自然选择筛选下来的解决方案。套用理查德·道金斯的说法啊，就是虽然我们的基因是自私的啊，它只想复制自身，但恰恰是由于基因的自私性，却塑造了人类行为的无私性。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互惠利他，反而成就了基因复制自己。比如说呢，关于生物进化有一个著名的理论，是由英国进化生物学家威廉·汉密尔顿提出的亲缘选择理论。就是说呢，我们人类会无私的帮助别人，帮助哪些人呢？帮助那些和我们基因相似度高的人。比如说，母亲会无私的抚养孩子，甚至呢，为了救孩子的命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再比如说呢，这个兄弟姐妹落难了，我们也会无私的帮一把。而比起那些跟我们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我们就不那么愿意帮助他们，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自己的孩子啊、父母啊、兄弟姐妹啊，跟自己的基因相似度高啊。
而且呢，比起堂表兄弟啊，我们更愿意帮助亲兄弟，对不对？因为亲兄弟和自己的基因相似度是50%，而堂表兄弟和自己的基因相似度小于等于12.5%。所以生物学家霍尔丹说过，我愿为2个亲兄弟或者8个堂兄弟而两肋插刀。这意思就是说呢，一个亲兄弟掉河里面啊，我不一定会跳下去救他，但2个亲兄弟加起来就会，因为2个亲兄弟加起来就和我自己的基因相似度达到了100%了呀。那如果是堂兄弟掉河里面啊，得凑齐8个堂兄弟，我才会跳下去救他们啊。当然，这话说的有点开玩笑的意思啊。不过霍尔丹这意思啊，说的就是汉密尔顿的亲缘选择理论，就是我们之所以会做出利他的行为啊，说到底还是道金斯说的自私的基因导致的。当然，关于生物的利他行为啊，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并不一定就是亲缘选择啊，否则这就没法解释一些帮助那些毫无血缘关系的陌生人的见义勇为的行为了，对不对？其实啊，早年间啊，达尔文在他的《人类的由来与性选择》这本书中啊，就提出过一种群体选择理论。就说人类演化出一些互惠利他的道德本能啊，会去帮助族群中的其他成员啊，无论他和自己有多少血缘关系啊。为什么呢？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如果没有这种道德本能啊，那人与人之间就组不了群了，就没法展开有效合作。那这样的人类祖先啊，是会被自然选择淘汰掉的。当然啊，还有人批评说啊，就是说无论是亲缘选择还是群体选择产生的道德本能啊，这不单单是人类才会有的呀，这动物也会有这样的互惠利他的行为啊，对吧？这个狗妈妈也会保护小狗，工蜂也会为了保护蜂王和虫卵而牺牲自己，吸血蝙蝠也会吐出自己吸的血分享给那些没有食物的族群成员共享，对不对？那这些互惠利他的行为啊，这动物凭本能也能做到啊，谈不上人类的道德啊。对此呢，进化论者一方面会说啊，就说这个人类的道德啊，在底层上啊，和动物的利他行为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啦。但另一方面呢，也会说啊，就说这个人类的道德行为啊，比起一般动物啊，还是要更高级一点的。因为人类啊，不仅仅有生物层面的自然选择，也有文化层面的自然选择。就说人类的生存演化啊，不单单是看演化出了什么生理性状啊，什么心理本能啊，也看人类信奉什么样的文化，对吧？这个理查德·道金斯把人类的文化也看作一种类似于基因的东西，叫做魔音 meme。就是说有些人类的文化啊、宗教啊，会宣扬互帮互助啊，宣扬舍弃小我成全大我，宣扬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反正就是宣扬各种道德吧。那么信奉这种宣扬道德的文化和宗教的人类群体呢，就会更具有生存优势，对不对？所以呢，自然选择就会把这一类宣扬道德的文化给筛选下来，当然也就把信奉这一类文化的人类和他们的基因也就筛选下来了。当然啊，到底是亲缘选择还是群体选择还是文化选择，这在生物进化学界内还在争论啊。不过呢，这对于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而言啊，不是个大问题啊。总之呢，在进化论的逻辑下，道德作为人类的一种性状，它有利于人类的生存与繁衍，所以就被自然选择筛选下来了。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啊，我们就可以拿这个进化论的道德观啊，和前2个道德观，也就是契约论和情感主义做个比较。我们先来看这个契约论啊，我们会发现啊，这个进化论的道德观和契约论的还是很像的，对不对？我们之前说了，在进化论看来啊，没有互惠利他的道德本能的人类族群啊，活不到今天，它会在生存竞争中被淘汰出局。其实啊，这个契约论也是这个逻辑啊，就是不订立这种道德契约的人类社会啊，会陷入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最终呢，窝里斗把自己给搞死了，也活不到今天。但是呢，他们两者的区别啊，在于对于本期大问题第一个基本问题的回答，就是这个契约论认为啊，道德是人与人之间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约定出来的，而无所谓道德本身是什么样的，他把这个问题给取消了嘛，它只是个算计的结果。而进化论则认为，在人类演化的千百万年过程中啊，这个道德啊，已经形成了一种道德本能了。道德对我们而言啊，已经是先天的了，它是自然选择在筛选啊，而不是人类在主动算计啊。由于我们地球上所有的人的祖先啊，都发源于7万年前东非的一支共同的智人祖先，我们现在所有的地球人有共同的祖先、共同的生物构成、共同的历史演化路径，因此呢，我们就演化出了共同的人性、共同的道德本能，所以我们所有人的道德观啊，都是相通的。当然啊，也有一些人类学家不认同这一点啊，说去了南太平洋的什么小岛上的某个原始部落以后啊，发现啊，那里的人啊，观念跟现代人完全不同啊，不单单是风俗文化不同啊，就连一些根本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观念都不同啊。比如说，那里的人啊，完全没有私有财产的观念啊，你拿别人家的东西啊，完全没人在意。然后呢，女人在性方面啊，一点也不矜持啊，不用任何承诺就能有性生活啊。然后呢，这个社会完全没有任何等级制，等等等等。当然这是另外一个大问题的。反正主流的进化论者会认为，地球上所有的人无论生活在什么样的文化之中，底层的道德观念和生活方式是相通的。
那这一点呢，这个进化论倒和情感主义更为相似啊。这个情感主义认为啊，道德是一种发自情感本能的情感表达，道德对于情感主义者来说啊，也是先天的。而进化论会接着说，这种先天的情感本能是进化出来的，因为这种情感本能有利于人类的生存与繁衍嘛。只不过呢，这两者的区别就是啊，这个情感主义认为啊，人的情感啊是讲不通道理的，因而发自于情感本能的道德啊是人与人之间没法互通的。但进化论者认为，人的道德本能是讲得通道理的，它是在自然选择的逻辑下进化出来的嘛。所以进化论对于第二个基本问题，我们为什么应当是道德的，进化论者回答说，并不存在什么应当的问题，我们生来就是道德动物。进化论者把第二个基本问题给取消了。好，介绍完进化论，接下来我们进入本期道德本质大问题研讨会的会议总结。本期大问题节目，我们探讨了道德的本质是什么。简单总结一下，神命论以及与神命论一脉相承的自然法和义务论传统认为，道德来源于超自然的上帝或者超验的纯粹理性颁布的律令。道德法则啊，就像自然法则一样，是一种天经地义。对应到两个基本问题，神命论认为存在客观普遍的道德标准，人为什么应当是道德的？是因为不道德就是不自然的。契约论认为，道德是以自我利益为导向的人们为了更大更持久的利益而形成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协定。对应到两个基本问题，契约论认为无所谓有没有客观普遍的道德标准，道德只是约定出来的。而至于人为什么应当是道德的，因为如果你不道德的话，这会有损你的利益。情感主义认为，道德并非来源于理性，它不来源于纯粹理性，也不来源于工具理性，道德是一种发自本能的情感表达。对应到两个基本问题，情感主义不认为存在客观普遍的道德标准，道德是情感表达，而每个人的情感偏好都是因人而异的。至于人为什么应当是道德的，这就是每个人响应内心情感的一种本能。进化论认为，道德是一种有利于人类生存和繁衍而被自然选择筛选下来的性状。对应到两个基本问题，进化论认为人类共有一套先天的道德本能，因为目前所有人有相似的演化路径。至于第二个问题，人类本来就是道德动物，而无所谓应当不应当。本期节目分享的这4个派别对于道德本质问题的回答，你认为哪一派更有道理呢？或者关于这个大问题，有没有你认为更有道理的回答？让我们回到本期节目的基本问题啊，关于善恶对错，有普世的标准吗？你为什么应当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呢？以及道德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欢迎你也同哲学家们一起参与到对这个大问题的讨论之中，他们的看法发表完了，现在轮到你来发言了，请在视频下方评论区投出你的一票，并发表你的看法。